一棵榴莲树能挂果几百个，可摆在你面前的榴莲，为什么还是能卖到200-300块钱？这个反差，很多人一想就脑壳疼。水果店里那排冷光灯下，黄澄澄的尖刺大果，贴着金色的价签，199、299、400-500也不稀奇。可你只要刷到过东南亚榴莲庄园的视频，看到一棵老树上密密麻麻挂着200-300个果，心里肯定会犯嘀咕，这树这么能生，产量明明这么猛，怎么一到货架上就变得跟黄金似的？是不是商家故意抬价？是不是我们这些馋嘴的消费者被一路收割？这些问题我全都接住，今天也不绕弯子，就从一棵树聊到你嘴里那颗果，把中间的每一步都给你拆开。你看完就会知道，榴莲卖这么贵，真不是谁心眼黑。先说说大家的普遍感受，网上天天有人喊榴莲自由，喊了这么久，自由也没来。每次路过水果店，看到那个价签，心就一哆嗦。有人算过一笔账，一个寻常的金枕100多块到200块，够吃一顿不错的火锅了。如果挑了进口的猫山王或者黑刺，那价钱更是能一飞冲天。你说大家能不气吗？可偏偏产地视频又那么扎眼，人家那榴莲树挂果挂得满满的，好像树上结的不是果，是白捡的便宜。这时候你心里那个省略号就越拉越长，这中间到底差了什么呢？别急，答案就在接下来的几个关卡里。第一关，我们得先打破一个表面假象，那就是高产。榴莲树挂果几百个，确实是真事儿，但那是天时地利人和都站齐了才有的画面。它背后的真相远没有那么热闹。一棵成年榴莲树到了花期，开出来的花能上万朵，那个香啊！晚上隔着老远都能把人往园子里勾。可上万朵花真正能授粉成功，做上果的不到1/3，因为榴莲花偏偏在傍晚开放，花期就短短几个小时，必须靠特定的蝙蝠和蜜蜂来传粉。错过了谁都没辙，就算授粉成功了，小果也未必保得住。榴莲果实的个子太大了，一个成熟果通常4-5公斤，大一点的7-8公斤，甚至更夸张。你想，一棵树哪里养得起几百个这样的胖娃娃？要是果农不管，任由几百个果在树上长，结果就是营养全线崩溃，果子全长得又小又瘪，就像一锅没米的水，白烧了。所以经验老道的果农一定会去疏果，拿剪刀把多余的小果剪掉，一棵树只留下几十个长是最好的。这种舍得叫保果，剪掉的那些就是第一轮被淘汰的。到了天气这关，那更是躲不掉的。一场大雨，落果一大片；一阵大风，又掉一大批。树体营养跟不上，它自己也会狠心扔掉一部分孩子。等到成熟期，一棵树能等来自然掉落的合格大果，也就是30-50个而已。而这几十个里，还有歪的、小的、壳厚的、肉薄的、香气弱的，这些果拿出去，只能低价卖给加工厂，做成榴莲果肉、果干。蛋糕馅儿根本进不了鲜果的圈子，最后能披着完整的壳，挺着饱满的肉，带着浓烈的香，走上货架的可能就10来个。你品品上万朵花，变10来个果，这个淘汰率比选秀还残酷。所以每一颗你捧在手心里的榴莲，都是名副其实的天选之果。它并不是生来就贵，它是最初几千个竞争者里唯一活到终点的那个。对了，还得说说品种差异。市面上便宜的榴莲大多是金枕，因为它产量高，一棵树好歹能结不少，价格自然亲民。而像猫山王、黑刺这种顶级货，产量就太少了，一棵老树一季可能也就20-30个果，甚至更少。听说猫山王的得名还跟一种叫猫山的果子狸有关系，因为它爱吃熟透掉落的榴莲，当地人发现它挑出来的果都格外香，后来就顺着这条线找到了极品货源。你看，好榴莲连被发现的过程都像段传奇，顶级品种还要讲究树熟落果，不能提前强摘，损耗又高，价格自然更上一层。同一棵树上结的果，品种不同，命运和身价完全不同。第二关，我们聊聊时间成本。
榴莲树是水果界出了名的慢性子，你种下一棵苗，尤其是一棵嫁接的猫山王苗，想等它结果，那真是望眼欲穿。嫁接苗品质好，但贵，一棵几十上百块，顶级的品种苗能要到几百块，买回来种下去。头几年它光顾着长个子，连个开花的动静都没有。一般来说，种下去6到8年才头一回挂果，而且出果又小又少，卖不上价。想进入稳定的盛产期，得等15到20年。你算算，一个果农投入一片榴莲园，前面7、8年基本是纯烧钱，没有1分钱产出，还得一直往里贴化肥钱、农药钱、电费、水费、人工费。一亩榴莲园，一年管护成本大几千块很常见，精细管理上万块也不稀奇，这换谁心里不打鼓？偏偏榴莲树还特别娇贵，它怕冷，年平均气温低于22度就蔫了，低于15度会冻伤，低于10度可能整株死给你看。它又要水，年降水量1500到2000毫米是最舒服的区间，但又不能有台风，不能积水。全世界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，扳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。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越南、印尼、菲律宾就那么一小圈，咱们海南这几年也在试种，但产量跟需求量一比，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。所以榴莲从来不是什么哪儿都能长的水果，它只肯在老天爷赏饭吃的少数地方扎根。果农赌上一个20年，才等到它长成摇钱树，这时间成本最后都摊到果价里了。你以为熬过20年就能坐等丰收？太天真了。真正的高危环节正是采收。榴莲不能像苹果、樱桃那样熟了伸手就摘，因为它在树上熟没熟，外表根本看不出来，你无法判断摘早了它不会后熟，买回去放烂了也是一股生味。摘晚了，它在树上过熟，果肉发酵，发苦发酸，直接报废，那怎么办？唯一靠谱的办法就是等它自己落下来。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一颗4、5公斤的榴莲从20、30米高的树顶自由落体，咚的一声砸在地上。要是运气不好，底下正好站着人，那跟挨了一记铁锤没区别。所以在产地的采收季，果农真的是要戴着头盔，穿着防护装备在园子里巡查的。他们最怕听到一个闷响之后跑过去一看，果子裂了，可偏偏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很多果又扛不住，果壳裂了，果肉暴露出来，细菌立刻入侵，几个小时内风味就走下坡路。果农只能现场就地把坏果挑出去。这一挑又是一大批，有些果园会提前在树底下铺上厚厚的干草或者沙土，想给落果一点缓冲，可就算这样，损耗率依然高得吓人。但这还没完，更惊险的挑战是运输。榴莲和大部分水果都不一样，耐放程度差得离谱，常温下它放不了几天，果壳一开口，那个香气就会很快变成发酵味。所以在产地的流程永远是拣果、分拣、预冷、装箱，上冷链车一环扣一环，一刻都不敢耽误。走海运的话，从东南亚港口到中国，短则10几天，长则20多天，在这一整个月里，集装箱的温度必须掐得死死的，高一点，榴莲熟过头；低一点，榴莲冻伤发黑，稍微出点岔子，一柜几10吨的货说没就没。听说有些做榴莲生意的老板最怕半夜接到船公司的电话，因为那种电话多半不是报平安，而是报噩耗。有人会问，这么怕坏，干嘛不走空运？空运是快，可运费贵到离谱，一个榴莲的空运费都够再买2、3个榴莲了。所以绝大多数鲜果只能走性价比更高的海运，把风险全部压在冷链上。马来西亚那边为了把猫山王卖到更远的地方，甚至研究出了液氮冷冻技术。果实摘下以后，马上用零下110度左右的超低温瞬间锁住风味，然后再冷链运输到国外。你吃到的那些冰激凌口感的猫山王果肉，就是这样折腾出来的。你想想，从树上落地那一刻起，一颗榴莲就开始了生死倒计时，每一步都是在跟时间搏命。这些损耗和成本不可能凭空消失，最后全都算进了幸存者的价签里。
最后，我们再算一笔市场账，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能吃榴莲的国家，没有之一。每年进口的鲜榴莲超过140万吨，花出去的钱能到好几百亿人民币。全世界产的榴莲有一大半进了中国人的肚子，需求这么旺盛，可供给端的天花板非常明显。国内本身产量几乎为零，90%以上的榴莲都得靠进口，泰国是主力。越南、马来西亚这几年也陆续进场，进口这盘棋牵一发动全身，产地雨水多了少了，汇率高了低了，运费涨了跌了，关税调了变了的，每一个细小波动，最后都会反映到终端价格上。前2年越南鲜果批准进入中国市场，货多了，消费者一度觉得价格松动了些，可一旦碰上泰国、马来西亚产区大旱或者暴雨，果少了，价格立刻蹭蹭往上窜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榴莲从产地到货架的中间商链条有多长。你在产地地头，一颗品质不错的金枕，可能30-50块就能买下来，但到了国内批发市场，价格已经翻倍。再进水果店，又得加上冷链仓储费、门店租金、人工工资、损耗摊平、包装物料，最后贴上价签，可能就是最初那个价格的4-5倍了。可能有朋友会问，那这中间的钱都被中间商赚走了吧？真不是，这条链上每一个环节都觉得自己是苦哈哈的，因为谁都要面对运输风险、存储成本、坏果损耗，说白了，每一层都在为让榴莲毫发无损地赶到你身边这件事买单，买到最后自然就成了你眼中那个价格。看到这儿，你应该彻底明白了，一棵榴莲树挂果几百个，跟它卖的贵真不矛盾，因为树上的果只是起点，真正决定价格的是从那个起点到你手上的这一整段路，那路上有上万朵花的概率筛选，有一场接一场的天气淘汰，有果农7-8年不见回头钱的咬牙等待，有20-30米高空坠落的生死考验，有冷链运输一路上胆战心惊的倒计时，还有市场供需、汇率、关税、房租、人工一层层的叠加。每一颗能完好站在你面前的榴莲，都是一个经历9981难的幸存者。你手里那个价签不是吹出来的，不是炒出来的，是被时间、风险、损耗、人工一笔一笔写实的账单。所以下次再有人跟你说榴莲是智商税，你可以淡定地回他一句，它不是，它贵，贵的有底气，贵的有来路。好啦，今天这一篇就唠到这儿。如果你看完觉得心里的问号终于解开了，就点个赞，收藏一下。下次跟人讨论榴莲价格的时候，你也能甩出这一大套逻辑，保证镇场子。也麻烦你转发给身边那个总抱怨榴莲太贵的朋友，让他看看一颗榴莲能安然躺进他的购物袋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最后留个小问题，你买过最贵的一颗榴莲花了多少钱？是金枕，是猫山王，还是黑刺？吃完以后是直呼真香，还是痛骂踩雷？评论区里讲讲你的故事，我等着看。咱们下期接着聊。